看懂老秀才的这场道歉了吗？简直是整集最让人哭到崩溃的伏笔。学生问：谢六贵儿啊？可是比乌先生答曰：穷秀才，囊中羞涩也。怎么了？原来谢六贵事出有此。老头子这么委婉的道歉，我接受了。没有一句对不起，他仅仅只是自嘲般的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穷酸，可这话落在崔东山耳朵里，却简直像在他心尖上狠狠扎了无数把刀子。之前一直以为崔东山是个欺师灭祖、满心算计的老阴逼，直到听懂了老秀才这句关于螃蟹的隔空自嘲，才知道这位师徒之间的极限拉扯究竟藏着多么让人意难平的委屈和深情。看完剑来16集的道友们肯定对那段回忆印象深刻。当年老秀才穷得叮当响，连螃蟹几条腿都搞错，为了让徒弟尝鲜，自己疯狂咽口水，还要谎称先生牙疼，吃不了这些。而少年崔禅心疼师傅，搞来一笔脏钱，想给他换支新笔，结果却换来老秀才一顿逐出师门的臭骂。从此之后，你我不再是师徒，不义之财送回去。至于你以后是坑蒙拐骗、打家劫舍，我管不了。等老头子反应过来这是徒弟的一片孝心时，死要面子的文圣大儒又怎么拉得下脸给徒弟道歉？他只能强行扯开话题。这只螃蟹吃了就没了，但先生肚子里这点学问你只管拿。就因为这场死要面子的误会，师徒二人渐行渐远，崔东山成了世人眼里背叛师门的恶徒，他也把那份委屈死死锁在了心里。直到多年之后，最杀人诛心也最让人泪崩的一幕轰然降临。化身崔东山的他跟在陈平安身边，在城门口通过香火小人的口，他终于听到了老秀才托人带来的那句话：穷秀才囊中羞涩，也无法感受到底是几条腿。当年的不是如何能够轻易作罢？没有一句对不起，没有一句我错了，只是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穷酸，承认了自己没见过螃蟹的窘迫。但在崔东山耳朵里，这几句话简直字字句句都在心尖上扎刀子。他瞬间听懂了老头子的弦外之音：当年是先生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当年是先生要面子错怪了你的一片孝心，当年的委屈先生一直记在心里，对不住啊。这一刻，崔东山先是放声大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他像个终于得到糖果的委屈孩子，喃喃自语：老头子这么委婉的道歉，我接受了。就在这紧要关头，陈平安的一个举动直接给这场救赎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如果说当年老秀才求来的一只螃蟹是穷酸师傅对徒弟最无奈的心疼，那么此刻陈平安拎着一整串螃蟹走到崔东山面前，就是一种无声的承诺。陈平安在用行动告诉他：你当年的苦，你挨过的委屈我懂，跟着我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同样的委屈。看着眼前的陈平安，崔东山心甘情愿地低下了他那颗不可一世的头颅，认下了这个只比自己大几岁的新先生。从这一刻起，那个算计天下的崔东山死了，落魄山那个愿意为陈平安披荆斩棘忠心耿耿的大白鹅彻底活了。先生起而行之，你我共勉。看到这里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眼泪狂飙。为什么这段晦涩的道歉能把我们出的体无完肤？因为在这对师徒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中国式长辈的缩影。在我们的成长里，父母和老师往往就像那个死要面子的老秀才，他们打你骂你错怪你，哪怕事后知道自己错了，也绝不会轻易开口说一句对不起，他们只会默默的给你夹一筷子菜，或者在你出门前偷偷往你包里塞一把零钱，用一句吃饭了没来代替所有的歉意。年少时我们不懂，总觉得他们太严苛太专断，满肚子委屈想要逃离。可等到很多年以后，当我们也体会到了生活的囊中羞涩，经历了人间的摸爬滚打，回头再看，才突然读懂了那些藏在严厉背后的自责和那些迟来多年的深爱。只可惜当我们终于听懂了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时，那个曾经护着我们的人往往已经老得满头白发了。最后愿你我都能早点读懂这份笨拙的爱，别让释怀等得太久。